说一部偶像剧结束以后，演员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热度通常会慢慢降下来。那么，宋威龙和赵今麦之间的故事似乎并没有按照这个剧本发展。骄阳似我已经收官一段时间，但关于宋威龙和赵今麦的讨论却一次又一次回到公众视线，尤其是两人在剧外的同框、互动，以及一些看起来非常自然的小细节，总能让网友瞬间回到林宇森和聂曦光的世界。更有意思的是，大家真正关注的早已经不只是两个人到底有多甜，而是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一部剧结束这么久，他们的默契感依然能够持续发酵？今天我们就来重新梳理宋威龙和赵今麦从荧幕搭档到剧外互动，再到网友持续讨论的整个过程。到底是角色滤镜太强，还是两个人真的形成了特别自然的相处节奏？先说最重要的一点，目前没有公开信息能够证明两人已经发展成现实中的恋爱关系，所以今天的内容我们不会把网友的猜测当成事实，而是从公开画面、节目互动以及观众反馈出发，看看为什么这对搭档会拥有如此强的讨论度。故事还要从骄阳似我开始。这部剧由顾漫编剧，陈宙飞执导，宋威龙和赵今麦领衔主演，共36集，讲述林宇森和聂曦光从误会、相识到彼此理解和相爱的都市爱情故事。宋威龙饰演的林宇森，表面上冷静、理性，甚至有一点距离感，但真正进入感情以后，却展现出非常细腻的一面。而赵今麦饰演的聂曦光，则完全是另一种气质。她明亮、活泼，有自己的成长轨迹，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等待男主拯救的女主角。正因为两个角色的性格存在明显差异，当他们第一次真正产生化学反应时，观众会非常容易被带入。一个冷，一个暖，一个习惯隐藏情绪，一个习惯把情绪直接写在脸上。这种反差本身就是偶像剧最容易制造心动感的组合。但真正让网友留下来的，并不只是剧情，而是宋威龙和赵今麦在宣传期以及后续公开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自然感。很多荧幕搭档为了宣传作品，会主动制造话题，会配合镜头，会完成一些固定互动，这其实非常正常。但宋威龙和赵今麦被讨论最多的地方，却恰恰是一些看起来没有那么刻意设计的瞬间。比如接梗，比如互相吐槽，比如一个人说完一句话以后，另外一个人几乎不需要解释，就能够马上理解对方的意思。这种默契其实比单纯的牵手或者对视更容易让观众上头，因为真正让人产生代入感的，从来不是一个动作，而是动作背后的熟悉程度。而这一点在两人的互动中尤其明显。宋威龙给人的传统印象一直比较安静、清冷，镜头前有一种距离感。可是当他和赵今麦互动的时候，这种状态似乎会出现一些变化，有时候会突然变得更加活跃，有时候会主动接话，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一种完全不像高冷男神的反差感。而赵今麦面对这样的宋威龙，也不是单纯的害羞或者配合，他会吐槽，会接梗，会直接回应。于是两个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节奏，一个抛出去，一个接回来，然后再抛回去，整个过程没有太多停顿。这就是网友为什么会觉得他们像认识很久的人。因为所谓默契，很多时候并不是动作有多亲密，而是两个人不用刻意思考，就能够自然地跟上彼此的节奏。而这种感觉在剧集结束之后依然存在，就更加容易让观众产生联想。2026年，随着两人再次出现在公开活动和节目相关内容中，这种讨论又被重新点燃。尤其是在《你好星期六》相关互动受到关注之后，网友又开始重新翻看两个人之前的各种名场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娱乐圈现象。一旦一对荧幕搭档成功建立起 CP 记忆，那么后续每一次同框都可能成为新的剧情。
观众会自动开始寻找细节，谁先看谁，谁先说话，谁在笑，谁的反应更快，甚至连一个非常普通的动作都可能被放大解读。但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是，网友其实并不一定真的需要一个答案，他们享受的是观察过程，就像追剧一样，第一集只是一个眼神，第二集变成一句玩笑，第三集开始有人发现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好像越来越熟悉，然后大家开始期待下一次同框。这也是为什么骄阳似我结束以后，这对搭档依然拥有很强的售后感，因为他们留下的不只是一个角色，而是一套完整的情绪记忆。林宇森和聂曦光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但是宋威龙和赵今麦的现实互动却让很多观众感觉这个故事似乎还没有完全走出屏幕。当然，这里面必须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荧幕化学反应不等于现实恋情。演员之间能够产生非常好的默契，可能来自长期合作，也可能来自性格合拍，更可能来自宣传过程中形成的熟悉感。尤其是对于演员来说，能够快速理解搭档，接住对方的情绪，本身就是职业能力的一部分。所以，当网友说这也太像情侣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观众情绪，但不能直接把这种情绪变成现实结论。这也是今天这个故事最值得讨论的地方。为什么大家明明知道这只是公开互动，却还是会一次又一次陷进去？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宋威龙和赵今麦身上刚好同时具备了3个非常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的元素。第一是视觉上的反差，第二是性格上的互补，第三是互动时的自然感。宋威龙的高挑和冷感与赵今麦的轻盈和灵动放在一起，会天然形成非常强的画面张力。镜头只要把2个人放在一起，就已经很容易形成偶像剧氛围。但如果只有颜值， CP 热度通常不会持续太久。真正让人记住的是第二层，他们的性格互动。赵今麦并不是完全围绕宋威龙的节奏走，他有自己的表达，也敢于吐槽。而宋威龙也不会一直保持所谓男神模式。当2个人开始互相拆台的时候，反而比单纯撒糖更加真实。这就形成了第3层，自然感。观众会觉得他们不是在努力告诉大家我们很甜，而是在聊天的时候刚好甜到了。这2种感觉其实完全不同，前一种是表演，后一种才容易让观众产生无限想象。所以当2人再次同框的时候，评论区才会迅速出现各种熟悉的声音。怎么还是这么有感觉？他们是不是自带偶像剧滤镜？为什么隔了这么久还是这么有默契？这些话表面上是在讨论2个人，其实背后讨论的是观众自己没有结束的情绪。因为一部真正成功的爱情剧，并不是大结局字幕出现之后，所有人的情绪就自动结束。相反，有些 CP 会在剧结束以后才真正开始拥有生命力。观众开始剪辑，开始回看，开始寻找隐藏细节，开始讨论演员下一次什么时候合作，甚至开始期待所谓二搭。而宋威龙和赵今麦目前受到的关注，恰恰说明骄阳似我留下的 CP 记忆足够深。从电视剧播出到宣传互动，再到后续公开活动，他们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情绪链。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新的同框都像是在给这条故事线续写新章节。但如果要问我，这2个人到底有没有现实中的特殊关系？答案还是一样，没有足够公开证据，就不要替他们下结论。真正值得看的是他们在镜头前呈现出来的专业度、默契和作品带来的感染力。至于未来会不会2次合作，会不会再次搭档，又或者会不会出现全新的作品，这才是值得观众继续期待的地方。因为对于一对成功的荧幕搭档来说，最浪漫的事情未必是现实中真的成为情侣。有时候，
是多年以后他们再次站在一起，观众依然能够瞬间想起那个角色，想起那个夏天，想起林宇森和聂曦光第一次相遇时的感觉，也想起自己当年为什么会被这段故事打动。所以宋威龙和赵今麦真正厉害的地方，可能并不是他们到底有多像情侣，而是他们让观众相信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一种舒服的相处节奏。这种节奏不需要不断证明，也不需要一句所谓的官宣，一个眼神，一句接梗，一个笑容，甚至只是两个人安静地站在一起，都足够让观众重新进入剧情。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隐藏不住的默契。它不一定意味着爱情，但一定意味着这两个演员曾经共同创造出了一个让观众舍不得轻易结束的故事。而现在骄阳似我已经结束，林宇森和聂曦光的故事也已经告一段落，但宋威龙和赵今麦的下一次同框又会不会再次让大家集体陷入剧情？没人知道。也许下一次只是普通朋友见面，也许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也许真的会有新的作品再次让他们成为搭档。而这恰恰是娱乐新闻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所有故事都需要立刻揭晓答案，有时候留一点未知反而更让人期待。如果未来宋威龙和赵今麦真的再次合作，你会期待他们继续出演类似的爱情故事，还是希望他们挑战完全不同的角色？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华语娱乐内容，记得点赞、订阅频道。感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一期继续聊更多明星故事、影视热点和那些藏在镜头背后的精彩瞬间。我们下期见。